咱们这张画呢，还是以这个斧劈村为主。为什么说为主呢？因为中间有的地方个别的就是其他的村嘛啊。那咱们在这儿先把这个石头的结构画出来。你要画斧劈村，本身斧劈村呢，它这石头结构就是很坚硬的。那咱们在画的时候呢，你看，就应该多用点方笔。石头比较坚硬啊，画的时候呢还是属于长短结合、大小结合啊，横纵啊，然后结合，哎，就把这个石头的这个轮廓呀，咱们给它找出来。这儿你看这石头的这种大小相间、横和纵相间这种组合啊，就找出来了啊。找出这种组合的本身，它这个线条之间的这个穿插就很美啊，有大有小啊，有大有小。有这个斜坡啊，有横有纵啊，行，咱们就把这种坚硬的石头结构给画出来。接下来咱们就把这个石头的这个斧劈村画一下。画斧劈村呢，是用侧锋，先横着稍微的一条短一点的线，然后往下村。往下村的时候呢，村慢一点。你比如说你要村快了，它短，哎，慢一点下来。你看这就特别长，你反复的有片大的，有片小的，啊，你看这些个，它这个石头呢，它不是说一劈到底的。有的地方呢就碎一点，有的地方就整一点，让它疏密在这里边要有对比。你看这儿就密一点，这儿就疏一点，你看这儿疏一点啊，密都集中在上面这个地方了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哎，没有水了呢，用笔尖蘸蘸水，再跟这个盘里摁一摁，你看这长的出来了啊，你看。错落，你说能不能这个方向有变化？可以，你看这不是有变化了吗？这方向，往往在这个石头上，你得找出密的在哪儿，疏的在哪儿，啊，你不要给它平均对待。你看这地方，长的就是大斧劈，短的就是短斧劈，啊。大斧劈、小斧劈，或者是长斧劈、短斧劈，这叫法都差不多啊。哎，湿的时候就快一点，你看这湿了就快一点，你看。小斧劈，啊。你看有些地方呢，就跟这个短披麻似的啊，有些地方，哎，这是属于他们这个村法之间的一些个小对比，这都是可以的，是吧？然后上边可以点点这个点儿，配合着这些线，造成一种变化美啊！你看美就美在这些地方了。你看这线本身有一种刚柔之美，这些个点呢，在线上呢，它也有一种苍劲之美。哎，这些美都反映在这些地方。所以说画画不是说把这石头画像了就得，在这个对比当中，咱们要把这些美找出来。你看这张就丰富了，你看这张呢还差一点
如果咱们把这个点儿点上，哎，这石头就丰富了啊。这个点儿呢，尽量的用秃笔去点啊，比较圆润啊。这点儿也有密一点的，有疏一点。你看这地方就是这儿密点，这儿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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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点，这儿密点。这个石头后边哎密点，因为这就是适合长这个小蒿子、小草啊。这石头甲就是这些地方啊。行了，不能再点了啊，这就是恰到好处啊。往这个石头上面添点这个小树啊。这个石头呢比较高，它那个树呢不是说往高了长啊，要向这边呼应，那咱们就可以让它画一个俯身下来的树。让它别太齐，那就这长点，这长点，这短点。互相的穿插到里头去，这是往这边走，但是呢，它呢比那个刚才那个树呢要直一些个。好像这些树枝在列队啊，一个在列队。你看这个是空间大，这空间小，哎，这儿呢也有起来的，也有往这边走的那种感觉啊。这儿再出现一个，再往过走，就让这些个树啊形成一个一个的组，这儿一组，这儿一组。这个密的地方，这些树枝呢互相穿插，互相折叠啊。这儿呢就是往出来一些个啊，像这些地方呢就可以也有呼应，但是它的这个形状呢跟那就不太一样了，就是往上直一点。你看这个越来越往下，越来越直起，抬起头来，这腰就伸直了，慢慢的，哎，往这边来了。也就是说，它呢，从这儿往到这儿，这个树都是有变化的，有连接的。这儿是属于一组，再画就是这边了，就散开了，啊，它就比较好看了，啊，也是往这边走，往中心去。也就是说，它的那个朝向呢，都是往这中间这儿来的，啊，下边这个呢。就是就可以往起来，哎，有倒一点的，有直一点的，有远一点的，有近一点的，有高一点的，有矮一点的，还有穿插。这一组树当中啊，一定要有点变化，不能给它安排的都是一样的距离、一样的高度、一样的曲直啊，都要有变化，这样就自然了。你看这一组树，这一组树，啊，它都是有不同的动态的，这往上伸，这往下呼应，它们之间好像打招呼一样。这个里头呢，就有一种意境了，啊，它就有趣味了，好看了。这个树已经画出来了，还没画树叶。这次咱们考虑呢画树叶，夹叶法和点叶法咱们现在都把它用上，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夹叶法呢是大点的叶子，咱们就要少出枝。
点叶法呢，这个叶子是点儿，咱们要露出那个树枝来。所以说呢，比如说夹叶法，咱们这要是夹叶法呢，咱们用这圆的这夹叶法，咱们就可以不画那小枝啊，咱们就可以用这种2笔一个印儿，2笔一个印儿的这个方法，把这个枝干给它包住。哎，像这种夹叶法呢，咱们就可以不出那小枝。像这种呢，咱们要是画那种点叶法呢，咱们就要给它画出这个枝来，啊。咱们学过鹿角枝、雀爪枝，哎，咱们就要给它画出来。咱们再点叶啊，所以说这个画点叶法和画夹叶法呢，对于这枝的要求它不是一样的啊。哎，这就是夹叶法，咱们就出主干、主枝就行啊，咱们不用给它出那么多，像鹿角枝啊、雀爪枝啊，不用出那么多。哎，用这种把它包住就可以。这种是夹叶法。这夹叶法呢，画的时候不要特别圆，给它2笔一个印儿，2笔一个印儿。哎，注意边缘，让它呢有多有少，有这个凹凸啊，不要给它画成一个像馒头一样的那特别规矩的那个形啊，要让它有空间。哎，基本是包着这个树干的啊。像这点叶法呢，就跟这个地儿点，像胡椒点和芝麻点啊，跟这边点有疏有密，穿3聚5，还有飞出来的这个点儿，哎，让它感觉自然，疏密变化啊，这些地方都有点点儿。啊，就感觉这里边的这个树叶的很自然，密密麻麻的，有的多有的少啊。穿3聚5这些地方呢，哎，看着不够密，再回过头来，再点点它。这些地方呢，可以用这个点包一包这个树干，各个地儿包一包这树干都可以啊。哎，笔干了可以走慢点，点慢点，因为它这水分少了，它需要你慢慢的让它渗透到纸上。如果说这个水分多的话，你就点完赶紧起来，是吧？这呢，你就不用赶紧起来。你看这地方要有树堂，树堂当中有点疏，哎，这地方有点密，这就自然了。是吧？有疏有密就自然。你要给它点的平均，那就大画布了啊！哎，就这种方法就这么点。水少了，适当的加点水，是吧？你看这地方也可以用这点大一点的点，大一点的点，湿一点的点，或者淡一点的点。这些点呢也是有不同的啊，点。也是有疏有密，哎，这都不一样。咱们还学过这个散点儿，这个散点儿呢，哎，就搁这儿戳，笔干一点儿，让它炸着毛，炸着毛，哎，这么往上戳。这戳的时候呢，也有疏密啊，这地儿多戳点这就是密；这儿少戳点就是疏啊。这种树呢，哎，在这里边很潇洒自然，又是另外一种感觉啊。咱们在这个树后头呢，咱们再画一个那种夹叶画法，那就是比较长一点的。
像香蕉一样的那种家叶排列，也是包着树干。我这是用淡一点的墨来画的，哎，这就可以了。像后边这小树呢，咱们就可以随意一点，用这横点给它点点，像这树下边也有一些小蒿子，咱们也可以给它点一点。像这树下边，这个还没画呢。这个树呢，咱们也可以，用这种戳的方法给它戳点点，散点啊。这可以来回戳，戳完这以后呢，再拿重一点的再往上戳，啊。这重点戳完了以后呢，还可以用淡一点的墨去点染，这都是有很多技法的，它都效果都不一样，这都很灵活的啊。这地方还可以用淡墨给它再染，加强了它的。这地方还可以用淡墨再接着点，也可以用散点再往上染点，也可以用淡墨往上，就这么直接去染，这都可以。这地儿都可以再用淡一点的墨再点，这就又加了一层，它就感觉丰富了啊，感觉丰富了。哎，行，就到这儿。咱们看这个地方，这个地方呢开了一个口，如果我要是画小溪的话，这个呢又不能作为小溪的这边这岸，怎么办呢？咱们就可以啊，就光这个地方小溪往下流，这个地方呢让它虚下去啊。你看我在这个地方用重一点的墨画几块那个石头，比如说哎这样的石头，让它挤出这个小溪的流动的这个轨迹，你看。然后这个地方呢，画点小溪往下流的那种感觉。哎，实际上画的是石头，这些石头的它的旁边那个空白是流水的地方啊。咱们在这儿画呢，你看也是有疏有密。你看这一大块呢是往下流水的地方，那个石头少点。这儿呢就相当于一个，你看这个石头往过延伸，这儿有石头，这儿有石头，这儿有石头，这就等于一个小喷的地方往下流水啊。这儿呢你要往出来这么一个石头，这旁边也有凸出来的石头，它跟这个石头旁边啊流下水来啊。你看这样的话，有密有疏，有密有疏。你看这儿呢疏的少点，这儿疏的多一点，你看它就有这种变化。然后再稍微的往下画一个水流的这种感觉。你看这水就流下来了。关于这边究竟是什么，咱们就可以稍微扦擦一点，就是虚了，就不管它了啊。因为这儿你要是再画的话，这个地方就有点满了，不画它了，就把这个边缘画一画。哎，这画一画就跟那儿流出来了就可以了啊，就省略了啊。不是说这个画哪儿都画，该省略的时候省略。假如说以后我要上色的话，很可能这儿就上点颜色，或者是用淡墨可以画一画啊，这就过来了啊。
咱们在画这个线的时候呢，就用不着这儿非得画什么那么多东西啊，不用画那么多东西啊。这小溪流啊，是用这种方法画出来的。再有，咱们在染这个石头的时候呢，咱们就可以用淡一点的墨啊，染染它下边这石头的下边。为什么要染下边呢？下边照阳光少。染染这石头的这个后边，为什么要染后边呢？后边深下去了啊。这个不要用这重墨啊，淡一点的墨去染这些地方。一染这些地方，你会发现这石头有立体感了，因为它后边暗了，下边暗了，它是不是这个立体感就出来了？剩下这点淡墨呢，咱们就可以在这个石头皴法上呢，咱们再走一走。也就是说，这个有层次了。你看，有深的有浅的，这不就是层次吗？不见得都面面俱到都画上啊，但是这个暗的地方要画一画啊，就是为了突出这块石头的那个明暗，是吧？笔干了，就在这儿多擦一擦，这个叫做擦。这不是皴吗？这是擦。擦呢，也不能说这么擦，要按着石头的这种皴的这种走向去擦，不能这么绕着圈的擦啊。这样的话，它就比较协调了。你看，后边、下边、后边干了，这么擦一擦，造成一定的厚度。啊，另外要染它的块面，这块是可以多染点，这可以多染点。为什么要多染它呀？一个是衬托它，一个是衬托这小溪流啊，它是有目的的啊。你看这些地方，为什么这地方这个染完以后它感觉好啊？它衬托出这小溪流的这种亮来了，是吧？哎，把它给衬出来了，就好了啊。咱们去这个修理这个图像啊，就是生发跟收拾的。比如说有些地方，哎，可以加一些个啊，不够重的，好，这个玩意儿有点两大块太这个太整了啊，包括远处的山，咱们可以用这个干了的笔，你看不要画成大窝头似的啊，这个高一点的，低一点的，然后是用勾线的方法画出这个山来啊。这个笔干了没关系，在上头再擦一擦。远处的山不要特别实，不用特别实。哎，就这样就可以了啊，也是比较轻，比较干，让它出现一种苍茫的那种感觉就可以。然后上色呢，咱们可以用赭石色来上。这赭石色呢，一个是勾边儿啊。淡淡的赭石啊，里出外进去的，就好像错版印刷似的，勾树。因为这个树啊需要染色，染色呢可以打个底，整个这个树叶呢都要给它铺一遍颜色啊，铺一遍颜色。你不管是上石绿、石青和草绿啊，哎，可以用淡淡的赭石上一上，特别是石青石绿需要打底色，那就必须得上这个了啊。然后这些个树干呢，也稍微上一上，但是你不能整个涂啊，要给它又像勾边儿，又像填中间儿，留点白，这样去画。勾个边儿，让这个线呢丰富起来，
让这个线呢厚实起来。当然，这石头呢，不见得说非得用这个赭石画，用花青画也可以啊。咱们用花青，把这石头画一画也可以。在花青画之前呢，咱们可以用赭石把这个下边呢，画一画，让它上下呢有变化。挤上边。好，这花青也是用水分给它稀释一下，不要给它画的特别重啊。画的时候也是不要给它涂满白啊，有些地方露点白，它更加自然啊，更加自然。特别是画这花青的时候呢，咱们在这之前铺了点赭石，让它有这颜色上的这个变化，也是挺好的啊，效果也是不错啊。为什么这个上边留点白呢？因为上边有这个光照着，它就可以，有那种立体的这种光照的这个效果。你说我不想留白，我都给它盖上也可以，没关系啊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不见得都留白啊。最好就是上完这个颜色以后啊，再拿稍重一点的颜色在这里边稍微再添一添，它这颜色上它就有一种深浅的变化，它就不是说平板一块啊。就说这个花青在画这时候呢，稍微的沿着这石头这儿勾几笔，特别是这个地方啊，你们看啊，这儿可以多画点，画到这儿。这是一个冲着咱们这个面儿，这是上面，这又是上面，这儿呢正好是一个转折。你看，画过了以后，你看，这是一个转折。这水呢，你看它就流下来了。啊，这个淡淡的颜色它起到这么一个作用。另外呢，这个赭石也可以勾一勾远处的山，笔呢随意一点啊，不要刻板啊，要飘逸一点啊。也可以用这个花青，像刚才染这个似的啊，你看这么去染一染。染的时候呢，这个笔触呢比较统一，你看都是这样来的，有长有短，有长有短，你看这样下来的，它就比较大气，就不是那么抠抠缩缩的。你看，你看，然后再用重一点的，调重一点的，这就是再画一画啊，你看。或者是你再用这个墨果的方法，这个花青加一点墨，你在上边你再画点这个线条长一点的，也就像远处的远山一样啊。你看，就增加层次了。关键是用破墨法，用淡墨，这就是要用淡墨稍微再走一下。为什么要走一下呢？你看，要的是这个变化。你看，要的是这个变化。这个变化，你看使得这个墨色有变化了，是吧？它就好看多了。这些颜色用花青加墨给它染一下。这花青不要特别浓，
有一点味道就行了。咱们这是浅酱的这种画法啊，这地儿都可以点一点，因为有墨的东西了，所以说这个颜色呀，你画淡一点儿，哎，也不影响那个形儿啊。你看，很润，好看了。如果画成秋天的效果呢，就可以用赭石把这些个迦叶树染一染啊。秋天呢，也可以用这朱标把这个再加一加，也都可以。你说我画春天用石绿、石青也行啊，石青或者石绿，那这盘儿，对，用这个石青或者石绿，哎。用石青或者石绿去染这个树的话啊，就要求要有底子，要善于变底色，那它就好看。有时候这地方用石绿、石青点一点它的苔点儿，也挺好看的啊。不用都点上啊，最后一提字这就行了啊。